大师预言秦家必出一女，是千年难遇的金融奇才，能预判市场走向。我从小就故意控分，门只考59分，妹妹则展现出极高的数学天赋，父母认定她就是大师口中的天选之人，不仅给她所有资源，还把她安排进顶级房产公司梁氏与沪圈梁家太子爷订婚。而我如愿进入了许直开的创业小公司。2年后，我凭能力让小公司声名鹊起。许直风头压过梁少爷，好不威风。庆功宴那天，我向大家坦白自己才是那个天选之人，可许直却摔碎杯子，命同事们将我捆住按进水池。彤彤3岁就能预判房价涨跌，你又算什么东西？要不是你撮合他和梁少爷，跟他订婚的就是我，他也不会被梁少爷遗留在工地摔死。既然你今天送上门来，那就去给彤彤偿命。我被活活淹死，再睁眼竟回到父母给妹妹挑未婚夫的这天。许直带着一沓资料大步走进来。梁少爷榴莲夜店酒吧，他根本不配娶彤彤，这里是我们2家曾经定下的娃娃亲，白纸黑字，我才是彤彤命定的丈夫。许直闯进来的时候，我刚意识到自己重生。秦以彤正对着桌上梁又琪的照片暗自得意，毕竟沪圈梁家太子爷的名号能保他后半辈子荣华富贵。但随着许直闯入，他有些不悦地撇嘴，躲到爸妈后面。感觉到他的不情愿，爸爸摇头说：许直，契约书是你们刚出生那年签的，这都过去20年，早就不算数了。许直深深望着只露出半张脸的秦以彤，略一沉吟，在开口时多了几分坚定。那如果我以最低价拿下城北那块地？爸爸嗤笑一声：彤彤有预判房价走向的能力，你难不成要说你也有？叔叔别急，我还没说完。我想说的是，如果我在1个月内用那块地赚到5个亿，你们是不是就能承认我的能力，同意彤彤嫁给我？秦以彤顿时感到欣喜万分，在爸爸身后转了转眼睛。我知道她心动了。嫁给梁又琪虽然能享荣华富贵，但豪门规矩多，她又是夜店咖，而许直不仅爱她又能赚钱，她嫁过去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爸，就这么决定吧，我也想看看许直哥哥的能力。爸妈疼爱她，见她都这么说了，只好点头答应，和许直当面签下协议。而在角落里被当成透明人的我，却觉得心里一阵恶寒。我明白，许直也重生了。前世我进入许直的创业公司，完成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用最低价买下城北那块地，并在地块中央挖出金矿，转手卖了5个亿。这是公司的第一桶金，更是许直出名的契机。当时所有人包括许直都认为这是巧合，只有我知道与巧合无关。算命的说秦家之女能预判市场走向，但他只说了一半。我不仅能预测房价，更能透过土地看到地层里深埋的东西。为了避免引起没必要的麻烦，我从不对外显现自己真正的能力，所以连双胞胎妹妹都不知道。前世我为了帮助许直，在全城找了个遍，才找到最容易赚钱的地块，帮助他创业成功，赢过梁又琪。可我没想到我对他掏心掏肺，最后却落得被他淹死的下场。而那5个亿，在这一世竟成了他求娶秦以彤的投名状。不知不觉间，许直发现了我凝神望过去的视线，语气讥诮：哦，原来秦念也在。爸爸摆摆手：不用管他，他什么都不懂。许直不屑地收回视线，嘴里却继续说：的确，没有能力的人活着就是在浪费资源。我垂下眸子，没说话。许直不屑地嗯了一声，最后说了几句信誓旦旦的话便离开了。爸妈带着秦以彤去参加拍卖会，我等到他们都走光，才松开攥紧衣角的手指，发现浑身上下都被冷汗浸透。许直那张如恶魔般的脸却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我知道，如果我做出任何让他不满的事，他都会杀了我，像前世那样。这一世我必须找个靠山。想了想，我拨通前世记在心里的号码：梁少爷，我是秦念，我知道陈老师的尸体埋在哪里，想让我告诉你的话，我们做个交易如何？10分钟后，我挂断电话，外面门铃声刚好响起。我快速删掉通话记录去开门，却看到许直站在门外，双臂抱胸，冷眼警告我：秦念，这次我对彤彤势在必得，你最好给我安分守己，否则我能让你死第1次，就能让你死无数次。他阴冷的语气和前世把我按在水池时一模一样，我心里不禁打了个寒战，脸上却带着迷茫。什么意思啊？我要死吗？许直上下打量着我，似乎在确认我有没有撒谎。我被他看得浑身不舒服，皱了皱眉：许直，你是不是发烧？我要不送你去医院？说完，我抬手去摸他的额头，被他一把推开。秦念，识相的话以后就别在彤彤面前惹事。说完这句，许直便大步离开了。我知道他恨我，上辈子他以为是我撮合秦以彤和梁又琪，让他们结婚，才导致秦以彤跟随梁又琪视察工地时被他落下。当他失足摔进坑洞，当场身亡开始，他就在恨我，他巴不得立刻杀了我。可他舍不得我手里那么多赚钱的项目，只能等到他彻底打败梁又琪的庆功宴那天，亲手淹死我。
为他爱的秦以桐报仇。前世我因为小时候他在我自卑的时候治愈我，我便爱了他10几年，而重活一世，我也在恨他，我巴不得现在就杀了他。临近半夜，爸妈才带着一身珠宝首饰的秦以桐回家，命令我给他放泡澡水。水流声中，秦以桐倚在卫生间的门框上挑眉看着我。姐姐，城北那块地，你觉得什么时候房价最低？我背对着他，老实回答：后天最低1亿5千万。水放完，我起身时却被他一把按到墙上，他恶狠狠地掐住我脖子，然后在我喊出声之前捂住我嘴巴。即使已经活了2世，我却还是无法适应这种窒息感，只能把求救咽回去，任由他的手指逐渐用力。秦念，凭什么你是天选之人？你这种傻子，凭什么？去死！你去死！你死了，我就是唯一的秦家女。濒死前的最后1秒，秦以桐放开了我，他像以前的无数次一样回身用消毒液用力洗手，直到我恢复意识。他的手掌也被搓出一层粉红，我大口喘气，看着他嘲讽地瞥过我，大步跑出去喊：爸爸妈妈，姐姐又给我放了80度的泡澡水，我手好疼啊！氧气重新回到身体里，我挣扎着刚走出洗手间，就看到愤怒冲上来要责骂的爸妈和啜泣的秦以桐，他们会像以前一样打我一顿，再将我锁进储藏间，罚我不许吃喝。等到秦以桐预判出房价，他才哭着说原谅我，我才能被放出来。等待下一次他想预判的时候，再乐此不疲地重复，但这次多了个许直。一看秦以桐手上的通红，他那双充满冷意的眼神又望向我。秦念，我不是说过让你安分守己吗？许直捏紧我的胳膊，将我逼到角落。你真是嫉妒成性，就因为我娶了彤彤没有娶你，就要置她于死地，真以为我不敢教训你吗？我瞪大眼睛看着许直伸手拿起一壶开水就要往我身上浇，秦以桐却在这时跑过来护在我前面，眼泪直流。许直哥哥，她毕竟是我姐姐，她不是故意的，你别伤害她。许直收了手，心疼地把她拥进怀里。彤彤，你就是因为太善良才会被他欺负。我又被关进储藏室，门外许直正和他们聊着城北那块地。叔叔阿姨，根据我的计算，那块地的最低价是1亿5千万。啊，许直哥哥计算出的价格和我预判的一模一样。小许还真有点本事，那就看你接下来能不能赚够5个亿。只要我见到钱，马上给你们办订婚宴。他们笑得其乐融融，谁都不在意一门之隔的黑暗房间里还关着一个浑身是血的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换上长衫长裤带了出去。这期间他们只给我吃了1碗米糊，现在意识飘忽，直到闻到香味才突然惊醒，连忙抓起桌上饭菜往嘴里塞。周围的人讥讽地笑了。怪不得秦总说大女儿拿不出手，从不给我们介绍，原来是个傻子。瞧瞧，人家彤彤漂亮大方，学习又好，还是能预测房价的天选之人。再看看这个像饿死鬼投胎的傻子，哎呦，秦总肯定糟心死了。而且彤彤眼光也好，找的男朋友能用最低价买到有金矿的地块，净赚5个亿呢。我猛吃了许久，终于有了力气。抬头时发现这里是秦以桐和许直的订婚宴，其他人都在感叹许直的年少有为，而且他钟情于秦以桐一个比那个成天逛夜店的富二代梁又琪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台上，秦以桐挽住许直的胳膊，在没人看到的地方对着我用嘴型说了2个字：傻子。我脸上装出迷茫的神情，桌下的手指却紧紧绞在一起。余光里，梁又琪在门外一闪而过，我避开看管我的保镖追了出去。无人的角落处，梁又琪给我看了陈老师的尸体照片。你说的对，陈老师被她丈夫家暴杀害后埋在学校后面，我已经为陈老师报仇，欠你一次，你想要什么都可以说。传闻中花心不着调的梁又琪，今天一身低调黑色西装，话语间沉稳成熟，动作干脆。我赌对了，他并非八卦新闻里那样纨绔。我说过，我的要求就是你娶我。他眯了眯眼，为什么非要嫁我？我名声可不好。我挽起袖子和裤腿，给他看身上刚刚结痂的伤口。即使我不说话，他也能从外界的传言和我这身伤里看出端倪。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线，良久才微微点了点下巴。没问题，你不是答应还能帮忙找回我奶奶的玉镯吗？到时候我就到秦家下聘你。好，我等你。梁又琪坐电梯离开后，我回到宴会厅时，保镖正着急找我。看到我，他忙冲许直招招手，许直黑了脸，掐着我手腕拖出去。刚站定，一巴掌就劈下来。秦念，你想害死我？你的房间里为什么会有我的照片？宴会宾客都走得差不多了，我被打得脑子发懵。明明我重生后觉得晦气，把房间里属于他的东西都扔了，怎么还会有照片？保姆在你房间找出来的。现在叔叔阿姨要我给个说法。这一世我和彤彤好不容易订婚，你为什么还不放过我？大概是他的吼声太大，秦以桐探出身子，
走了过来。许之哥哥，你别跟姐姐动气，你知道的，姐姐她他的食指在太阳穴旁转了个圈，继续说：大不了以后不许姐姐出储藏室，她只是喜欢你，不是故意的。许直搂着他的腰，叹了气。彤彤，你不能总是这么心软，否则迟早死在他手上。没关系的，她毕竟是我亲生姐姐，我相信她不会害我。他笑得清纯无害，许直搂住他的手掌也紧了紧，冷眼看向我。秦念，我看在彤彤的面子上，暂且饶过你，但绝不能有下一次。我沉默着低下头，保镖在秦以彤的吩咐下上前抓住我，强行带回秦家。回去的时候，茶几上放着一张许直的照片，但我确定我从没见过，更想不通为什么出现在我房间。爸妈发了很大的火，他们认定我是嫉妒妹妹要嫁给许直，干脆把我扔进储藏室，打算等他们结婚就想办法送我出国。晚上，秦以彤避开爸妈，打开储藏室的门，她站在门口，整个人陷在逆光里，对着我露出诡谲的微笑。姐姐，锦华里楼盘未来的房价是涨还是跌？这次我被关起来前又遭到毒打，现在连张开嘴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躺在肮脏的地上，徒劳地咽了口泄心气。见我不说话，秦以彤发了狠，他走过来一脚踩在我肩膀，用力碾压。说话！我知道他是想来确定许直的能力。许直有前世记忆，知道锦华里往后会是当地房价最高的楼盘，所以他要想办法去收购锦华里。但整个楼盘极其昂贵，最便宜也要10个亿。许直有信心，而秦以彤不敢赌。肩膀上的力道逐渐加重，我痛到两眼发黑，虚弱的气息里慢慢吐出一个字：涨。秦以彤欣喜地松开我。许直还真有点本事，那你就没有利用价值了。秦念，等许直从锦华里赚到钱，我们马上办婚礼，到时候你就能彻底摆脱我了，恭喜你。他提着裙角走出储藏室，门外落了锁。我趴在地上喘着粗气，望着紧闭的房门，轻轻笑了。又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只记得自己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吃喝，只偶尔会有保姆送来1碗米糊。等我喝到第3碗米糊那天，外面响起兴奋的议论声。今天就是政策新颁布的日子，这能决定锦华里的房子涨跌。爸，你别担心，我和许直哥哥都算过了，锦华里一定会成为当地房价最高的楼盘。是啊，秦叔叔，到时候我会把所有收益当做给彤彤的聘礼，风风光光娶她回家。他们聊得正起劲，门外忽然响起敲门声。而后过了几分钟，储藏室的门被人踹开，梁又琪大步走了进来。他扶我起来的时候，顺势将手腕上的玉镯过渡到我手上。秦念，我来兑现我的承诺，我来娶你。我饿得眼前发黑，又长时间没能见到阳光，刚出去就双腿瘫软倒在梁又琪怀里。他把我横抱起来，大喊医生。很快我被放到沙发，医生给我输液时，我撑开眼皮看到屋里站满了梁家的保镖，爸妈和秦以彤被困在中间，不敢轻举妄动。而许直对梁又琪充满恨意，咬牙切齿问梁少爷到我未婚妻家有何贵干。梁又琪弯腰给我擦拭着脸上的灰尘，看都不看他一眼，来接我未婚妻。许直怔住，蓦地看向我，这是前世没有发生的事情，他不明所以，爸妈也觉得莫名其妙。梁少爷，我们不记得什么时候同意你和我们大女儿的婚事，唯独秦以彤还认定梁又琪是不着调的花心公子哥，乐得我嫁过去守活寡。爸妈，姐姐能有个归宿也是好事，她总不能一直赖在家里啃老吧。这句话点醒爸妈，他们一向把我当成累赘，现在能有人娶我，而且还是梁家太子爷，这无异于是最好的结果。我们相处得好，梁家就是秦家的强大后盾；相处不好，他们也可以跟我断绝关系，彻底把我赶出秦家。彤彤说的对，既然梁少爷对我们大女儿有意，那我们就同意这门婚事。我逐渐清醒过来，抬手握住梁又琪的手臂。梁又琪，带我走。他松了口气，再次把我横抱起来。医生跟在一旁举着输液瓶。往外走时，他扫过秦家3口和许直，忽然间他停下脚步，饶有趣味地问许直，听说秦小姐预判锦绣里的房价能大涨，许总就花10个亿买下楼盘。钱是我在许直公司时为他赚的最大一笔钱，就来自锦绣里。许直眼睛看着我，话语却胸有成竹。梁少爷有兴趣投资，但很抱歉，锦绣里是我和秦家对半参股，不接受其他投资人。许总想多了，我没有投资赔钱项目的癖好。他说完抱着我往外走。许直不屑冷笑着，彤彤有预判市场走向的能力，他说会涨，那就绝不会赔钱。难不成梁少爷误会了，以为能预判的秦家女是秦念？爸妈跟他一同嗤笑一声，
爸爸说，怪不得梁少爷突然闯进来说要娶我们大女儿，原来是被秦念骗了。梁少爷，我们作为亲生父母可以确信，彤彤才是天选之人。不过，就算你现在知道真相也晚了，彤彤和许直已经订婚，倒是秦念可以给你，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傻子。以后他要是惹出什么事，梁少爷可千万别怪罪到我们头上。梁又琪眼神流转，他低头看了我一眼，反问：秦总说的可是真心话？绝对真心。好，那就签个协议。梁又琪让人快速草拟一份断绝关系的协议，拍在桌上的时候，爸妈两眼放光，秦以彤也迫不及待地帮忙递上签字笔，而许直感觉口唇干涩，他看着缩在梁又琪怀里的我，话到嘴边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爸妈签了字，又按了手印，甚至还录了视频。梁又琪进门1小时，第一次露出笑意，他派人把证据保存好，最后好心提醒我来之前听到几个关于锦绣里的新闻，许总应该马上就能接到电话。那我们就不打扰了。许直看着他把我带走，之前对我的深切恨意竟逐渐消失殆尽，转为莫名的烦躁。手机响起，他不耐烦地接起来。与此同时，秦以彤点开新闻，惊呼一声：许直哥哥，锦绣里出事了！我在梁又琪的车上睡着了，在醒来的时候躺在一张舒适大床上，梁又琪坐在床边的单人沙发，在小声打电话。见我睁眼，他马上结束通话走过来：吵醒你了？饿了。他低声笑笑，出门让保姆准备清淡的4菜1汤，然后扶着我下床。我这才发现身上衣服换成柔软的睡衣，似乎洗过澡，长发也剪了一大截。我的头发，我的衣服，我的……放心，我没碰你，是让保姆阿姨帮忙给你洗澡换衣服。不等我说完，梁又琪就打断我。我一下子红了脸，他却摸着我的头发，轻轻叹口气。只是之前那么好看的长发，因为混了太多血迹梳不开，只能剪掉，可惜了。但对我来说这不算什么。我的噩梦始于3岁那年，为了哄被爸妈训哭的妹妹，第一次使用自己的预判能力。我告诉他国家要出新的房产政策，爸爸看中的那个楼盘会在3天后降价40%。他把我的话重复说给爸妈听，爸妈欣喜万分，抱着他亲了好几口，说了很多夸奖的话，还给他买了好看的小裙子。3天后，我的预判成真。秦以彤呆呆地看了我许久，我以为他会感谢我，却不料他忽然嚎啕大哭，跟爸妈说我欺负他。那天爸妈用藤条把我抽到浑身是血，认定是我嫉妒秦以彤。我没办法，只能装智力残缺的傻子。傻子是不会嫉妒别人的。但从那开始，爸妈就放弃了我。所以能活下来，能逃离秦家和许直，对我而言比头发重要的多。在保姆把饭菜端进来之前，我在梁又琪面前站定，认真开口：梁少爷，谢谢你救了我，谢谢你愿意娶我。他却坐在沙发上，一手托腮，一手指着我手腕上的玉镯。是你先帮我找到陈老师的尸体，又帮我找到奶奶的玉镯。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但我奶奶的玉镯除了能认定继承人的身份，也是要传给梁家媳妇的信物。只是妈妈去世后就丢了，我找了那么多年，想不到就在妈妈的墓地里。说到这里，梁又琪笑意渐浓：是我该谢谢你。我本来已经放弃玉镯，想用其他方式让私生子放松警惕，再想办法抢到梁家全部财产，但你帮我找回玉镯，所有方法都不需要了。我已经正式接手梁家，所以你现在是梁家掌舵人的未婚妻了。我惊讶地低头看着那个古董玉镯，想不到背后还有这个含义。前世秦以彤嫁给梁又琪之后，经常跟爸妈大骂他是混蛋，不仅每天泡夜店，还总惦记着失踪的恩师陈老师。他做好了被他询问房价走向的准备，可他唯一一次主动跟他说话，却是让他去找他奶奶丢失的玉镯。我哪知道玉镯在哪，而且一个破玉镯有什么可找的？当时我只是在一旁默默听着。这一世也是学着许直的样子，给梁又琪一个投名状，但没想到这2件事都成了扭转我命运的契机。保姆端着饭菜进来，我沉默着吃完，抬头看到梁又琪也在看着我。想知道你妹妹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我点点头。我找到陈老师的尸体之后，就派人调查秦家，也派人跟着许直。他们花了10个亿砸在锦绣里项目上，你又告诉我那下面有东西，我就随便找了个理由去参观，果然挖出一个有重要价值的古墓，立刻通知文物保护部门。现在整个锦绣里都被政府规划成文物保护区，
不允许建设，之前建造的部分也要推倒，别说房价了，连正常售卖都不可能。他慢条斯理说完，看我时嘴角上扬。锦绣里的项目被许直提前预售，和合作商明码签了合同的，交不了房要赔10倍，由许直和秦家平摊。怎么样，秦大小姐，每一步都在你的计划之内吗？我忍俊不禁，点了点头，大差不差。以前我总是装成一副愚蠢呆傻的样子，今天和梁又琪聊了半小时，却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还好，现在也还来得及。梁又琪向我伸出手，不打算和盟友击掌吗？我笑笑，刚抬起手，门外保姆忽然敲门：“少爷，外面有个男人来找秦小姐，说是求秦小姐帮忙。”梁又琪掀起窗帘一角，看到许直焦急万分的在楼下转圈。我换了身衣服，刚出门他就扑过来：“秦念，你必须帮我！”我眼睁睁看着他被保镖拦住，觉得好笑。我能帮你什么？你应该去找秦以彤才对。彤他状态不好，预判不出什么，我只能来找你。秦念，你来我公司工作，你可以独立做房产投资项目，我给你开最高的工资。秦以彤状态不好，离了我，他什么都预判不出来。当然状态不好，但他不好，我反而觉得心情大好。许直，我又不能3岁预判房价涨跌，我算什么东西，也配为你工作？万一惹你不高兴，你把我淹死怎么办？许直脸色惨白，嘴唇哆哆嗦嗦，说出口的话也断断续续。秦念，你是？对，我和你一样，所以我不可能帮你。感觉到梁又琪站在我身后，我顿时有了底气，挺直腰板补上一句：“我巴不得杀了你，像你杀了我那样。”许直双腿发软的往后踉跄几步，忽然他想起什么，指着梁又琪问我：“那你还选择嫁给他？你明知道他是个混蛋，他会把你落在工地上害你摔死。”梁又琪面色不悦：“许总这是在说我会害死我的未婚妻吗？你可知道这是诽谤？”他给了保镖一个眼神，报警。许直连忙闭嘴，转身跑出很远才停下，对着我喊：“秦念，你会后悔的。”我摇摇头，我绝不会后悔。在梁又琪家住了没几天，秦以彤和许直闹翻的事情就传得到处都是。起因是他们谈婚礼日期的时候，秦以彤突然崩溃，说早知道当初就应该选择和梁家太子爷订婚。许直觉得遭到背叛，直言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还怪他没有预判出锦绣里的准确房价，才让他损失这么多钱。秦以彤气急，干脆和他取消婚约。爸妈也骂他是个骗子，不仅逼着他偿还锦绣里一半的投资额，还要他独自承担所有损失。两家四处借钱，但墙倒众人推，合作项目也没了，还要给合作商赔偿金。而我住在梁家，过了1个多月的悠闲日子。这天出门时，看见了找来的爸妈，两人1个月内长了一半白头发，低着头唉声叹气，腰背也佝偻了许多。一见到我，爸爸立刻跑来说：“秦念，我们秦家遇到困难，急需用钱，你跟梁少爷说说，先借给我们熬过难关，以后我们会慢慢还的。”妈妈也苦口婆心：“是啊，秦念，我们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现在债主每天上门催债，许直那个混蛋又不知道躲去哪儿，再拖下去的话，他们会杀了我们的。”我看着眼前从来没给过我温暖的父母，淡淡回了句：“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你们对我来说就是陌生人，我没理由帮你们，梁少爷更没有。”爸妈面面相觑，但白纸黑字的确是他们亲笔签字，没法抵赖。软的不行，那就得来硬的。我印象里一向高贵典雅的妈妈破罐子破摔，一屁股坐到地上，又哭又喊：“我怀胎10月生下你，好不容易把你养到这么大，你就这么对我？我们遇到困难需要钱，你却连这点钱都不给，你是想眼睁睁看着我们去死吗？”爸爸也痛斥我，想不到我们辛辛苦苦竟然养出个白眼狼。他们喊得起劲，妄图招来别人帮他们主持公道，但喊了很久，嗓子哑了，周围也没出现一个外人。我冷冷看着他们，声音越来越小。等爸爸觉得不对劲的时候，我耸了耸肩。上次许直来过之后，梁少爷就把整个小区买下来，现在没有外人了。你们今天之所以能进来，是我吩咐的。梁又琪慢悠悠从别墅里走出来，我未婚妻说想给你们一个机会。爸妈大喜，忙着带我们回家。回去才知道，秦家别墅已经变卖，公司也在做破产清算。他们租了个1室的小房子，
3口人挤在一个房间。进门的时候，秦以彤正在发脾气，什么破房子，床为什么在厨房旁边，洗澡连个浴缸都没有，这破地方我一天都不想待。妈妈还是很心疼她，快步过去抱住她安慰，彤彤别着急，我们把你姐姐找回来了，我们的欠债有救了。秦以彤后背一僵，回头刚看到梁又琪就欣喜的大喊一声跑过来，老公，我终于等到你来了。不等他碰到梁又琪，几个保镖就把他推开。梁又琪皱了眉，牵起我的手，秦总，这就是你们求我帮忙的态度，我们人还没坐下，你们家二女儿就要陷害我了。爸妈忙把他拉开，彤彤你冷静点，那是你姐姐的未婚夫，不可能，我都和梁又琪结婚了，秦燕那个傻子凭什么嫁给他？原来他也重生了，只是他重生的时间节点不对，前世他是最早死的，这一世却是最晚重生的。现在事情已经接近尾声了，想到这里，我挽住梁又琪胳膊，由衷的笑出了声。妹妹是不是想多了？不是你说许直比梁少爷好，想嫁给许直吗？许直，对，许直那个混蛋在哪？要不是他非要跟我搞什么地下情，我才不会去什么工地约会，也就不会死。秦以彤仍然在发疯，似乎刚重生，脑子也不太清楚。原本抱着他的妈妈愣住，爸爸也嘶了一声。我点了点头，阴阳怪气地说，说的也是，毕竟我才是天选之人，而你是个冒牌货。秦以彤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他看了看周边的环境，忽然间看到墙上的日历，瞬间白了脸。我怎么回事？爸妈，你们听我解释，我是开玩笑的，我是天选之人，我是真的。妈妈慢慢松开他，和爸爸对视一眼后，两人在最快的时间里做出决断。念念，这些年我们都是被他骗了，你是我们家的长女，我们最爱的其实是你啊，还好你找到一个好归宿，不然爸妈真是难辞其咎。他们的态度转变太快，快到梁又琪都忍不住笑了。爸爸的脸色白了又黑，如果在以前他还能用长辈的身份压着梁又琪，但现在秦家没了，他必须低头。女婿，你看我们的债，你放心，等我们找到许直，一定会让他还清债务，我们不会欠你一分钱。他上前拉住梁又琪的胳膊，说了好几句好话，你们已经签了断绝关系协议，我和念念不可能帮你还债，但许直，我替你找到了。梁又琪打了个响指，许直就被人拖进来，扔在爸爸脚边。他来之前或许是被人打过，浑身上下都是藤条抽打的伤痕，其中有一道打在脖子上，脸上也有青紫瘀痕。一见到我，许直挣扎着爬了过来，秦念，你救救我，我直到现在才想明白，你才是那个天选之人，求你帮帮我，我还不清债，他们会杀了我的，我不想再死一次。我弯下腰，小声问他，你上一次是怎么死的？许直眼神躲闪，失足掉进湖里，原来也是淹死的。老天爷还是很公平的，我抬脚把他踢开，爸妈马上扑过去对他拳打脚踢，都是因为你，你害了我们整个秦家，把钱吐出来。许直被打得神情恍惚，突然看到秦以彤也发了疯冲过去，都是因为你骗我，明明我可以有大好前途，全被你毁了。秦以彤瞪大眼，抄起枕头就扔过去，明明是你毁了我。4个人一片混乱，而梁又琪不动如山，只低头帮我整理着耳边的头发，又贴心帮我遮住眼睛，别看，脏了眼睛。良久，我有些累了，电话忽然响起，爸爸接起来说了没2句就怒吼，我哪有钱还，我房子车子公司都卖了，你有本事就来杀了我，我现在就这一条命。蓦地他停了停，眼神瞥到秦以彤身上，或者把我女儿卖给你，反正她没什么用了。秦以彤被他吓得身子抖了抖，下意识要跑，又被爸爸抓回去。他享受了20多年的偏爱，第一次正眼看我，姐，救我！谁是你姐？我不是个傻子吗？我凭什么做你姐？我说完打了个哈欠，梁又琪搂住我肩膀，回家吧，保姆做了你爱喝的鸽子汤。好啊，我们转身离开，最后一个保镖帮他们关上门，却还是盖不住恐怖的互殴声。之后不久，许直被爸妈秦以彤合伙打死，秦以彤逃跑时却摔到脊椎，终身瘫痪。我和梁又琪结婚那天，爸妈把秦以彤从医院接回来，然后堵住窗户，一家3口在出租房自杀。梁又琪不想让我分心，一直到婚礼结束后的当晚才告诉我。说完，他狡黠地捏了捏我脸颊，现在可以告诉我，你是从哪儿知道玉镯和陈老师的位置了吧？
我搂着他的脖子，在他耳边小声说：“好，那我要开始讲了。这个故事最早要从我3岁那年开始说起。”我搂着梁又琪的脖子，声音轻柔道：“3岁那年，老宅的槐花落满庭院，我蹲在树下玩泥巴，脚下的土地告诉我，成交房价3天后会跌4成。”梁又琪的手臂收得更紧，掌心的暖意透过衣料传来。后来秦以彤抢了你的功劳，爸妈还打了你。他的声音温柔，带着心疼。我点点头，眼底掠过一丝释然。都过去了。婚后，我们定居在梁家老宅后的山谷。梁又琪端着一壶新煮的陈皮茶走来，紫砂茶壶冒着氤氲热气，茶香混着松针的清冽漫开。他在我身边坐下，在看什么？他将茶碗递到我手中，我接过茶碗，指尖触到温热的瓷壁，暖意顺着指尖蔓延开来。我抬眼望去，远处山峦被晨雾晕染成浅黛色，山涧溪流隐约可见，水流撞击岩石的叮咚声顺着风飘来。再看雾里的山，我轻笑一声，眼底没有了过往的阴霾，只剩澄澈的温柔。以前总在算计和躲藏里过日子，从没想过静下心来能看到这么好看的风景。梁又琪抬手将我被风吹乱的碎发别到耳后，动作轻柔的像是怕碰碎了什么。以后有的是时间看。他看着我的眼睛，眼底满是真挚。你的能力不用再藏着掖着，我们可以用它听山风辨泉声，而不是预判涨跌，躲避伤害。我笑着点头，起身拉住梁又琪的手，带你去个地方。两人沿着庭院后的石阶往上走，路面铺着光滑的青石板，石缝间长满了青苔，溪水清澈见底，映着两岸的翠竹。我弯腰触碰水面，指尖传来微凉的触感。这溪水下有暗泉，水质干裂，能养出最鲜的鱼。梁又琪笑着附和：“听你的，我们挖个小池引水养鱼。”他挽起衣袖，露出结实的小臂，俯身搬开溪畔的卵石，水珠溅在他脸颊，透着鲜活的烟火气。我们在溪边搭了竹亭，午后便坐在亭下喝茶。他泡上今年的新茶，茶汤清澈，茶香混着远处的花香漫开。你看那片崖壁，我指着不远处的青石崖，下面藏着蜜蜡矿脉，颜色像琥珀。梁又琪顺着我指的方向望去，眼底满是宠溺。我们的念念总能发现别人看不到的美好。他抬手拂去我发间的落叶，指尖的温度暖得人心安。临近中午，我们沿着小径返回老宅。梁又琪拉着我走进庭院，院子里的老槐树枝繁叶茂，白花满枝，香气扑鼻。他从井里打了桶凉水，泡上提前备好的菊花茶，倒在粗瓷碗里，递了一碗给我：“先喝点解暑，等会儿给你做槐花饼。”我接过碗，菊花茶的清甜在舌尖化开，驱散了暑气。看着他系上围裙，在厨房忙碌的身影，阳光透过厨房的窗棂洒在他身上，温暖的让人移不开眼。曾经那个被传闻流连夜店的梁家太子爷，如今满身烟火气，眉眼间全是踏实的温柔。午后的阳光变得柔和，我们坐在槐树下的竹椅上，聊着山里的趣事。我说起哪里的菌类长得茂盛，哪里的野果酸甜可口，眼睛亮晶晶的。梁又琪认真听着，偶尔提出要陪我一起去采摘，两人的想法总能不谋而合。风穿过庭院，带来槐花的清香，也带来岁月静好的温柔。夕阳西下时，我们并肩走在槐树下，看着晚霞染红半边天，映得湖面波光粼粼。梁又琪握紧我的手，指尖传来稳稳的力量。以后每一个春天，每一次花开，我都陪你一起。我抬头看他，晚霞的光芒落在他脸上，映得他眼底盛满霞光。两世的颠沛流离，那些伤害与背叛，都在这片宁静的山林里化为乌有。如今我有爱人相伴，有自然相拥，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微风轻拂，槐花落满肩头，带着清甜的香气。两世轮回后，我终于在清风与花香中握住了属于自己的温凉岁月。往后余生皆是安宁。